乌军击退俄史上最大规模空袭，并立刻展开报复，轰炸2300公里外的俄军目标。乌军组建新机械化旅，乌军 M1 无人机协同作战，轻松歼灭红军村俄军。特朗普承诺，如果当选将进军太空。美国海军推出无人导弹艇。26号，乌克兰的基辅、哈尔科夫、苏梅、文尼察等城市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空袭。俄罗斯方面动用了127枚导弹和109架攻击无人机，包括3枚 Kh-47M2 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同时俄空天军的图77MS 以及黑海舰队的攻击潜艇发射了28枚潜射口径巡航导弹。面对这样的攻势，乌克兰的防空系统表现出了惊人的拦截能力，成功拦截了102枚导弹和99架无人机，拦截率达到了85%，这充分展示了乌克兰防空力量的实力。尽管俄罗斯的空袭主要针对的是基础设施和民用建筑，特别是电力供应系统，意图使乌克兰人民生活在恐惧和困境中，度过一个寒冷的冬天。但由于天气转凉和用电量下降，乌克兰能源系统甚至出现了电力过剩，恢复对邻国的电力出口。俄罗斯官方声称，这次空袭是为了回应乌克兰在库尔斯克展开的特别军事行动。然而，即便俄军这次真正的出动了黑海舰队的水下舰队，但其发射的大部分导弹和无人机都被拦截了，战略目标并没能实现，面子也没有找回多少。然而，更让俄军尴尬的是，乌克兰几乎在遭袭击后马上就开启了相应的反击。26号，乌克兰无人机也对俄罗斯的萨拉托夫州、库尔斯克州、别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图拉州等地进行了大规模袭击，最远距离甚至打到了距离俄乌边境2300公里的鄂木斯克炼油厂。鄂木斯克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从1955年开始运营，生产50种不同类型的石油产品。过去1年多，乌克兰利用无人机频繁打击俄罗斯炼油厂、油库，袭击俄能源基础设施，已经给俄罗斯能源经济和战争投入带来了很大麻烦。不久之前，俄罗斯罗斯托夫地区的普罗列塔尔斯克油库由于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已经燃烧了9天，直到78个油罐全部被烧毁才能熄灭，这给俄罗斯造成了至少2亿美元的燃料损失。如今看来，不仅乌克兰附近的炼油厂难保安全，甚至2300公里以外的炼油厂也难保了。偌大的俄罗斯要成为了乌克兰无人机的后花园，只要乌克兰想再往克里姆林宫楼顶放一个烟花，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儿。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的铁杆盟友波兰在本次事件中的表现有些耐人寻味。26号，波兰武装部队作战指挥部负责人马切伊·克利什将军表示，一个尚未确定身份的物体进入波兰领空，飞行25公里后消失，最终3个雷达站确认是俄罗斯无人机。克利什将军称，他与国防部长瓦迪斯瓦夫·卡米什以及总参谋长维斯瓦夫·库库瓦取得联系，准备下令摧毁这架无人机，但是由于天气原因无法将其击落。虽然在8月12号，美国才刚刚允许波兰生产48套爱国者，波兰现役部队中应该是没有爱国者这种先进的防空系统的存在，但是波兰武装部队本身就装备了多种波兰生产的防空导弹系统，包括和英国联合开发的 CAMM 导弹、波兰自产的 Porbroad 超短程导弹、苏联遗留的 SA-6 等等，射程从20公里到100公里不等。而俄罗斯发射的无人机以伊朗生产的见证者系列为主，其特点就是飞行高度低，飞行速度慢。波兰所拥有的防空系统击落俄罗斯无人机，从能力上来说不是问题。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波兰没有击落俄罗斯无人机，真的是因为天气原因，还是另有隐情？也欢迎留下您的看法。8月26号，美国福布斯新闻报道，乌克兰军队正在组建新的机械化旅，首批整编为2000人的机械化旅可能需要数月时间才能组建完成，而训练需要更多时间，这表明乌军高层正在准备一场长期战争。乌克兰媒体通过照片分析表示，乌军新组建的旅番号为160，并且之后组建的旅番号也将以16为开头。
这些新编旅成员大多数都在乌克兰国外进行训练，比如我们刚刚提到过的波兰。自从去年秋天以来，乌克兰军队组建了10个新旅，包括4个机械化旅、5个步兵旅和1个猎人旅。一般意义上的猎人旅呢，指的是装甲力量介于步兵旅和机械化旅之间的，装备了卡车和轻型装甲车的旅，兼顾机动性和攻击性。但在乌克兰，猎人旅的显著特点是其大多数拥有更为强大和成熟的无人机部队。目前尚不清楚乌克兰军队正在组建多少160旅，但是如果这次扩军和上次规模相同，其数量可能会达到10个。从理论上来讲，10个旅需要2万名士兵，但乌克兰有效动员法在5月生效，旨在通过将征兵年龄从27岁降低到25岁，增加对逃避征兵的惩罚，并向志愿者提供更多激励。这一系列措施呢，导致约50万人加入了乌克兰武装部队。目前，乌克兰大规模组建机械化旅的主要难点还是在武器装备方面。一个机械化旅需要数百辆车辆，包括坦克、战车、榴弹炮、火箭发射器、防空系统、工程车辆和卡车，而10个旅就需要数千辆。虽然乌克兰的盟友已经承诺为其提供约12000辆装甲车，但这些并不能全部用于组建新的部队，大多数还是用于填补战争造成的损失。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战线。8月26号，乌克兰军队在库尔斯克州的突出部继续发起进攻，但俄乌双方都未取得显著的进展。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在科马罗夫卡地区成功击退了乌军进攻。然而，同日一些俄罗斯消息源报道，该地区的战斗仍在持续。同时，还有路线证据显示，8月26号，乌军在涅恰耶夫以西地区活动。还有报道称，俄罗斯第810海军步兵旅和第11空降旅的成员正在苏贾南部进行反击。有视频证据显示，该旅遭遇了乌克兰无人机打击，连乌克兰人在哪儿都没看到就葬身火海了，损失恐怕不会太轻啊。俄罗斯军队还计划从赫尔松和扎波罗热进一步撤回部队，加强防守。因为如果乌克兰军队在库尔斯克确立了稳固的据点，那将意味着战局的重大转变。26号，乌克兰军队不仅在库尔斯克发起了攻势，还在布良斯克进行试探性攻击，并在别尔格罗德加大了攻击力度。可以看出，乌军指挥层正在加强对俄罗斯边境3个州的攻击力度。如果乌克兰军队能够在库尔斯克和别尔格罗德建立缓冲区，甚至绕到哈尔科夫后方，那么俄乌战争的整体局势将获得逆转，俄军在东线取得的进展将不值一提。而随着俄罗斯在战场上的衰弱，欧洲对俄罗斯的忌惮将进一步降低。随着西方的武器限制的进一步解除，乌军可以从库尔斯克发射远程导弹，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将纳入海马斯的射程之内。所以，俄罗斯国防部不得不持续向库尔斯克地区增派大量部队，但又不能转移前线正在作战的俄军主力，所以只能再苦一苦当地百姓和刚刚被高薪诱惑入伍的田线宝宝了。接下来，我们看看红军村方向，乌军的 M1 艾布拉姆斯再次出现在镜头前。乌克兰第25独立突击营的一辆 M1A1 艾布拉姆斯 SA-UKR 主战坦克正以雷霆之势飞驰，卷起滚滚尘土。从不断切换的视角判断，至少2架乌军所属的无人机为坦克提供着实时的空中侦察。他们利用先进的传感系统捕捉到了俄军在一处废墟中的踪迹，并且将目标坐标实时传输回坦克。接收到目标信息后，艾布拉姆斯坦克迅速调整好炮口，锁定了那片废墟。坦克的120毫米主炮喷出了长长的火舌，数枚炮弹向俄军所在位置飞去。烟雾和火光瞬间笼罩了遭受攻击的地方，俄军恐怕凶多吉少了。这次精确的打击得益于艾布拉姆斯坦克与无人机之间高效的协同作战。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了这辆艾布拉姆斯接受了适应性改装，包括覆盖在炮塔上部和后部的体积反无人机防御系统，以及炮塔侧面的 Contact 1动态保护块。这是一种乌克兰生产的反应装甲，可以有效抵御无人机或者反坦克导弹的金属射流。其实乌克兰军队呢，在坦克和无人机协同作战方面一直表现出了明显的优势。这些优势主要体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小型无人机能够提升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它们可以远离坦克等主战平台的视域范围，感知更远战场中的实际情况，为后方主战平台提供态势先知能力，有效支持战线推进。此外，无人机辅助坦克等主战平台获得了更准确的目标坐标，更有效地摧毁了敌方军备资产。小型无人机和坦克等主战平台的有机结合，提供了一种有效而且实用的察打手段，实现了1+1大于2的协同作战效果。乌克兰军队通过这种协同作战方式，不仅提高了作战效率和成功率，还增强了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的适应性和灵活性。随着未来强人工智能的实现，无人系统在具备更优的深度学习能力与更高的自主决策能力之后，将对战争规则和作战方式产生颠覆性的影响。而在计算机领域，俄罗斯受制于被国际社会制裁，一直处于弱势。在装备无人化趋势愈加明显的未来，俄罗斯庞大的冷战军队还能否适应现代化战争，要写一个大大的问号。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26号在底特律举行的美国国民警卫队协会会议上承诺，如果他在11月再次当选总统，他将创建一个太空国民警卫队，并称这是确保美国继续加强其在太空的军事防御的关键一步。特朗普演讲中对约4000名小组成员表示，创建太空国民警卫队作为美国太空部队的主要战斗预备队的时候已经到了。作为总统，我将签署历史性的立法，创建太空国民警卫队。目前关于组建美国太空军，在美国国内有较大争议。今年4月，48个州和5个美国领土的州长致信国防部长奥斯汀，反对将数千名空军国民警卫队成员转移到太空部队的计划。但国民警卫队协会支持创建一个独立的太空国民警卫队，并赞扬了特朗普的承诺。他们指出，目前约10%的太空部队作战人力来自空军国民警卫队单位，并表示缺乏一个单独的太空部队警卫队结构，最终会导致脱节。五角大楼官员反对这个想法，表示一次性将一些警卫队任务转移到太空部队，将比建立一个新的预备役部队更便宜、更简单。过去，众议院议员在其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草案中包含了创建太空国民警卫队的条款，但今年参议院议员选择了对部队需求进行新研究，将最终决定推迟到未来。预计这2个议院将在未来几周内就妥协达成一致，但这个问题尚无明确解决方案。在演讲中，特朗普称创建太空部队是他第1任期中最自豪的成就之一，并声称因为这一举措让美国在太空武装力量处于领先地位。目前，美国太空部队官员编制将在2025年结束前达到9800人，不足海军陆战队总人力的6%，而海军陆战队是国防部在人力方面最小的分支了。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造船商 Swift Ships 最近推出了其创意的海事技术，一种名为 Swift Sea Stacker， 简称 S3 的小型无人水面航行器。这款海军无人机搭载了4枚 AGM-179 联合空对地导弹，标志着美国海军在无人海上作战能力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S3 在8月17号到29号的 TREX 活动中进行了展示。该活动在印第安纳州阿特伯里营举行。TREX 是美国防部的一个计划，目的是快速整合各军种的新联合能力。这次活动特别与印第安纳国民警卫队合作，利用阿特伯里营的训练场提供了展示战术的空间。S3USV 专为监视和拦截任务设计，特别适合在诸如非洲之角和太平洋等冲突地区的复杂水道中执行任务。这款航行器可以远程操控，也可以自主运行，为海上作业提供了极大的灵活性和效率。在性能方面， S3 的最高速度超过了30节，有效航程达到1000海里，续航时间长达40小时。这些特性使其能长时间执行作战任务。伙伴国家可以利用它有效监控和应对其海岸线沿线的威胁，从而加强海上安全。Swift Ships 公司最近获得了美国防部的生产 S3USV 的合同。
该公司表示，我们很自豪能够支持美国国防部保护其水域和维护重要的海洋利益的使命。S3 USV 的交付是美国海事安全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在去年有媒体爆出，台湾也计划自研无人攻击艇。根据规划，台防务部门将以2年时间研制无人攻击艇，预算约9亿元新台币，全案均机密案。若是顺利，将在2026年开始量产，并由台陆军编列预算采购。至于是否比照当年采购瑞渊无人机，用兵部署设在台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台军方官员并未说明。你们认为台湾的攻击艇会长什么样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